好，那接下来开箱就是我旁边这一款 Galaxy Tab S8 Ultra。那在刚发布这一款 Tab S8 Ultra 的时候，我对这款平板就真的超级好奇的，因为它具备了一个超大的 14.6 寸的萤幕。到底谁会需要这么大的平板？是真的需要吗？会不会其实这么大用起来很爽，用就会上瘾？总之好奇心就逐渐填满了我的脑袋。那所以我就想尽办法，终于借到了这一款平板，然后我也深入的体验了它一阵子。那在这边特别感谢台湾三星的出借。那我们先从它的手感和它的外观开始吧。刚上手的时候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因为这个平板真的是超级大。那我在拿到之前就知道它很大，做好心理准备。但是等我实际拿上手的时候，实际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被吓到，超级大。14.6 寸萤幕已经完全超越我能接受的平板尺寸了。那这边还不是最夸张的，最扯的是它的厚度只有 5.5 毫米啊！这完全不是这个萤幕该有的厚度，整个就非常感觉黑科技。那拿在手上的时候，就一直感受到它的不可思议的轻薄，还有它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那不过也因为这超薄的厚度，我自己体感拿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它感觉没有到这么的沉重，是一种很奇妙的违和感。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最强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萤幕。它搭载的这是一款 14.6 寸 120Hz 的 Super AMOLED 的萤幕。那我是第一次拿到一个这么大的 OLED 触控萤幕，真的是蛮有趣的。那因为它是三星制造的嘛，萤幕的水准当然也是最顶尖的。我自己体验下来，我觉得它的色彩蛮精准的，颜色鲜艳，然后同时又有具备120赫兹，所以不论你是在观看啊，或者在操作流程上都是非常的棒的。那而且这么大的萤幕能显示的资讯真的非常的多。你看，假设你在手机上看到这个线图，你会觉得心情一般般，好像没有这么好。但如果你把这个线图放到平板上一看，哇，原来它已经长了一大段，其实蛮爽的吧？然后再来就要聊聊这个最敏感的话题，也就是刘海。那三星这次为了达到更高的萤幕占比，它又想要塞入2颗前镜头，一颗广角和一颗超广角。这次他们妥协使用了刘海。那我相信隔壁应该会觉得 You dare use my own spells against me, Potter. 不过说真的，我其实不太感知得到这个刘海。首先第一点是因为这个刘海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它的面积蛮小的。那再来就是在这么大的萤幕之下，相较之下刘海的比例真的是缩小非常的多。那使用起来真的是几乎近似无感。如果你真的非常讨厌这个刘海的话，三星这边也有提供相对应的措施可以让你选择。你可以进设定把刘海隐藏起来，我觉得这点真的很棒，就是你还是有选择可以把它隐藏起来，这真的很不错。然后再来我们就来看看它前镜头的表现吧，看看这突出的刘海到底有没有料。好，然后这个就是广角的表现，我自己体感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它是一颗1200万画素的前镜头，它整个画面感觉是还蛮好。那我们接着切到超广角，那这个就是超广角的表现，那是一颗具备了1200万画素的120度的超广角，看我感觉到非常的广。我自己觉得广度还蛮不错的，然后整个画面的水准也都蛮好。那接着我们就来测试看看它这个自动取景的功能是如何。好，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启这个自动取景的功能，那它就会想办法让你的人物是在画面的正中央。那我自己体感用起来的感觉是还不错，还蛮好的一个功能。不过我还是会希望说，它可能在就是取景的速度上和在人物可能卡在正中间的比例上，可以再更快速一点。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 K， 你看像现在这样，它就是有点卡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上。不过如果你只是一般想要做视讯会议啊，或者是跟同事讨论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的品质已经是蛮好的了。好，那我们赶快回去吧。接着就来聊聊这次延迟只有 2.8 毫秒的这个 S Pen 啦，它整体的书写体验我觉得是非常的棒。那对于一些需要细部操作的时候，搭配这个超大的这款萤幕，用起来真的超爽。我觉得我画那个支撑线的线图都特别的支撑。那此外，我这边就一定要提他们做的非常好的那款软体，三星的笔记 Samsung Note 的部分。这个笔记真的是做的不错，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它同步录音的功能。这样你在上课做笔记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录音，记着老师讲到什么话，然后一边记录说自己写到哪里，就不会说下课回家后看不懂自己迷样的字迹，然后是想说这时候老师到底在讲什么。
可以打开录音马上来听一下。当如果有电话打进来的时候，随手笔记时又可以同时的开着录音去记录，真的非常的方便。那此外 Samsung Note 还可以汇入 PDF 档，那也可以同时录音去记录你在上面的笔记。我觉得对于上课做笔记的学生们，这一定超级吸引人。而且如果你刚好也是使用三星的手机，像我是使用 S22 Ultra 来讲的话，你甚至可以把 S22 Ultra 当成是一个调色板，然后 Tab S8 Ultra 就是专线用来绘图和做笔记。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真感觉到三星其实是真的是蛮有用心在做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它可以改进，就是这个 S Pen 的充电方式。首先，它的充电方式只有单一方向，就是它一定要固定一个方向放到后面去，它才可以充电。但是尴尬的是，你放反的时候，它还是收纳得了的。不过这时候笔就不会被充电到，所以说就有点尴尬。那再来就是它的充电方式是放在平板的背后去充电，那这个位置就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掌握，并不是这么直观，不太好盲放。就是你一定要看一下你放的位置再去放会比较好，或者是你真的要放很多次，完全适应了才比较容易放得到。就会觉得这部分可以再稍微的修改一下。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聊一下它的重要伙伴，也就是让它最有笔电感的这个键盘。那首先，因为它的萤幕本身就非常的大了，导致它的键盘和它的触控板可以利用的空间也非常的大。我觉得整体使用起来就真的蛮像是一个笔电的尺寸。那键盘的敲击感回馈也都蛮不错的。那最令我惊讶的是这块触控板的品质真的是蛮好的。那对于它的手势啊、按下的回馈都算蛮清脆，就是还不错。当然，这并不是我体验到最好的触控板，但是也是目前前段班的啦。特别是它这种这么轻薄的状况下。那不过搭配上键盘的话，你就有一点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关于重量的部分。因为如果你是单纯拿着平板的话，确实感觉并没有到这么的重。不过当你加上键盘和背盖的时候，就真的蛮有感。我觉得这个重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一些笔电的重量，所以这部分你就要自己拿捏一下。好，然后接着我们就来聊聊输入法的部分。那我自己采用的输入法是注音输入法。我觉得输入法的部分其实已经进步不少，以我开箱过这么多代来讲。那不过使用到现在大概2-3个礼拜之后，不论是实体的键盘还是虚拟的键盘，我跟你讲，都有一些地方是你一定要去适应一下。像是虚拟的键盘的话，它的 backspace 和它的 delete 的位置跟你习惯位置是相反。那实体键盘的部分的话，则是切换语言的那个位置是在空白键的右侧，这都是比较特别的位置，就是需要再稍微适应一下。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已经相较于前几代的话，它的输入法已经真的是好上非常的多。你在选字的时候也都非常的容易。然后接着就是它的灵魂，也就是它的多工模式和它的弹出视窗，这两个真的都非常的好用。多工模式的话，有2个和3个应用程式的模式可以去做选择，那你可以任意的变换位置啊，也可以储存你常用的配置，这样下一次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开启你习惯的多工配置，真的非常的省时间。而弹出视窗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好用，你可以任意的改变它的大小啊，滑动它的位置和它的透明度。那弹出的时候，你还可以做收起来的动作，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小圈圈。那之后你要用的时候再点一下，它就弹出来，非常的棒。那你甚至可以多工模式搭配这个弹出视窗一起去做使用，真的是可以开非常多的程式，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那如果你更想要体验更笔电一点的感觉的话，你可以打开他们的 Samsung DeX。那应用程式都会采取像是弹出视窗那样子，使用体验真的就很像是 Windows 的笔电。而且如果你有其他三星装置可以投影的话，像是你有 Samsung TV 的话，你甚至可以无线投影 DeX 模式到电视上，真的超级方便。不过无线投影的方式，我觉得可以再稍微改进一点点。现在是有点复杂，因为你不能先 Smart View 到电视上，再打开 DeX， 这样会打不开 DeX。反而你是要先启动平板的 DeX， 然后去设定中找到 DeX 的无线连线，然后再点到那个电视上让它投影上去，就是稍微要绕一下路了。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么直观。那这是除了对平板非常好奇以外，我自己也蛮好奇三星目前这个生态圈建构到什么样的程度。那经过这次的体验，我体验了它的平板啊，加它的手表，再加它的手机，再加它的耳机，我自己觉得整体来讲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你可以做到跨装置的复制贴上你的文字或者是你的照片。那对于耳机的切换也是非常流畅，哪个装置有声音它就会主动切过去，连线的体验都非常好。
那最后就是还有一些小小的细项，我想讲给大家听。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最爱的软体 Line， 我知道大家都一定会想在这台平板上开 Line， 不过现在虽然 Line Lite 拜拜，然后 Google Play 也没有针对 Line 提供平板版的 Line， 但是这一款 Tab S8 Ultra 其实还是可以让你开启 Line。那我是看了艾尔文的影片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有这种方法。那步骤就放在左边，你可以照这步骤去执行。那针对这个步骤的话，艾文的频道的影片也有详细的说明和步骤去展示给你看，我真的是觉得蛮推荐。我会把他的影片放在底下的资讯栏，有兴趣的可以直接去看。然后这一款 Tab S8 Ultra 很厉害的是，它是可以放入记忆卡的，有没有？记忆卡那些想念记忆卡的朋友，这一款是可以放入1TB 的记忆卡，可喜可贺啊！还有记忆卡。然后接着我想聊一下，就是它的 App 的支援程度。不过这就有点像是安卓平板的原罪了啦，毕竟使用者真的是比较少，所以很多的软体开发商根本就懒去做安卓平板的版本，导致有些 App 的比例用起来就怪怪的，像是 Instagram 或者是 Twitter。那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你可以直接进去实验室做调整，你可以开启它的多重视窗，然后选择自动旋转应用程式。那设定成应用程式长宽比，这样子的话就会正常许多。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使用弹出视窗去做处理，这样子其实也是蛮 OK 的。然后最后就是大家喜欢问说，这台平板究竟可不可以取代笔电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真的是蛮看你个人的。因为如果你只是想要做简单的文书处理、回信件的话，当然这台平板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玩电脑游戏，像你想要玩《艾尔登法环》，或者是你想要写程式，或者是跑 Excel 的剧集，那这台可能就不是这么的适合。毕竟平板跟笔电的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此外，如果你是喜欢把笔电放在腿上使用的话，这一台也是稍微有点困难，因为它的背面还是需要一个支架去做支撑。就不太能放在腿上使用，就算放上去了，你在敲键盘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不稳，所以就不是这么推荐。然后再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真的需要这一款平板吗？就是这款平板虽然真的很神，但相对而言，它的售价也是非常的神。我自己觉得这一款平板比较适合使用者会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你真的是很需要大萤幕的人，你很需要可能用来上线上课程啊，或者是要很频繁跟别人视讯会议，那这种长时间需要这么大萤幕的人，这款就会非常有优势。那第二种就是你是需要做绘图的，或者是你很喜欢上课需要做笔记的，那这个萤幕就真的是非常的神猛，它拿来做绘画体验或拿来做书写体验，我觉得跟其他平板是完全不同档次的。再加上它的笔做得非常的好，这个笔的经验并不是其他家厂商2-3年可以学得来的。那我觉得搭配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绘图神器，我自己就觉得我可以画出一朵花来了，所以就知道有多厉害。好了，那最后老样子，我会给出我自己对于下一代的一些期许和一些可以改善的小建议。首先，第一点就是在每次使用键盘的时候，如果我是想要使用趋近于笔电的体验的时候，其实那个步骤是有点繁琐的，因为你需要先翻开键盘，然后架好背面的支架，再找一个地方放下来。整体来讲的步骤就是3-4步，不是这么的利落的感觉。那再来就是这个键盘背盖的磁吸力稍显不足，就是每当你翻开键盘想要把它翻到背面去做绘画书写的时候，有时候你在翻的过程它吸力不够，就会直接掉到地上，或者是你在单纯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把它翻到背后，你可能只要放在桌上，它有时候就会解体，就是会跟平板分开，就是我觉得它吸力没有到这么强啦。那我自己还蛮希望说下一次可以看到一款是可能背盖跟键盘是直接连成一体的，就不会有这种吸力不足掉下去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希望它的萤幕亮度可以再更高一点，不过这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因为它这款萤幕其实已经非常猛了。好了，那这就是差不多今天的影片啦。那我现在也想问问看大家说，你有买这款平板吗？那你会想买吗？那底下留言告诉我吧。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如果有兴趣赞助这个频道的话，也可以成为频道会员。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